嘿，大家伙儿早喽！12月5号星期二，今天是我第4个训练日，咱们一会儿回评论。今天彻底的轻松跑，调整一下。我还没想好明天是跟着训练还是跟着拍摄，还不知道课表。晚上看了课表以后，我再决定。我目前的逻辑就是，还是跑4天休1天，然后这5天呢，争取做到90公里以上。这就是现在的节奏。这个月应该不会再刻意的去加，就像我说的，跑量的增加，走台阶儿。这月稳1个月。我又把这个相机最后一次系统更新的那个叫什么暗光下的增稳给关掉。我发现那个开了以后就特别黑。不知道现在拍出来什么样？这一片商圈还是挺漂亮的。到晚上，跟之前那个拉面的屋台，那快闪店也拆了。所以今天就轻松跑10几公里就回家。这几天状态还行，但是就像我昨天说的，见好就收，是吧？或者要注意，在加量以后别受伤。前面黑了，一会儿聊。我们去年在北京拍过好多次路灯关闭，现在是当地时间6点43，不知道路灯什么时候关。今天开机也早，慢慢看天亮。今天真的是，今天不能叫轻松跑，今天叫故意的慢跑。大概5分40，我也试试大河源先生告诉我的办法，慢跑当做休息，看看今天身体的反应怎么样。老哥出差了，明天的合练应该也来不了，这周才回来。行，那咱们就开始回评论。一位小伙伴31岁，跑了13000公里了，那不少了。2015年开始跑步，但是其实说真正认真跑是2021年开始。这3年每年都是3000公里。前2天的北马跑了3小时09。但是好像他说他的半马只有1小时27，想破3怎么练？其实我这段时间看大家的评论和弹幕，我发现是很多小伙伴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很多人或者大多数人都会像我说的那样，在开始跑步。一开始这几年总想着我这次要拼要快，好多人其实都是有氧跑、匀速跑或者轻松跑，但是每天都跑得多，这就导致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速度能力不行。如果半程马拉松拼尽能力跑1小时27，普通人的话应该是破不了3的。速度能力其实说白了，速度能力就是看步幅到后期。步幅看什么呢？看的是肌肉的力量，还有肌肉长时间的在这个功率的强度下能不能坚持住。如果这个不行的话，它就是一个短板。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保证跑量在300公里以上。之后呢，最少3周2次做强度训练，做间歇跑、变速跑。冬天可以多跑变速跑，先找到快的感觉，再能把快坚持下来，问题不大。我觉得
经历一个冬天，明年春天找一场比赛，也许就破了。垂直振幅怎么优化？说别的小伙伴看他跑跟一跳一跳似的，也有好多人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还不是垂直振幅的问题，你可能步频也会慢。很多人跑步是会有一跳一跳的感觉。我分析是什么呢？可能是大脑里在想象自己的样子，但是其实真的样子跟想象的不一样。就是我没有什么太好的资格指导跑姿，因为我跑起来也是有很多缺点的。我只能说，您可以试试跳跳绳，或者做高抬腿、小碎步，你找那个踏的感觉。其他的只能靠慢慢找这个向前的感觉了。我不太好多说，我跑都不好看。我每次发完我就能拍到我全身的跑步的视频的时候，频道里总有那么一两位小伙伴指导我。但是其实我劝大家的是，跑姿真的不重要，因为你想改也改不了，跑得快才重要。对普通人来说，您甭管怎么着，我这场马拉松跑完，我跑得又痛快，成绩又好，那多好，心情也好，是不是？跑步锻炼或者选择一种事情去打发时间，不就是为了高兴吗？您说呢？直播的回放刚把字幕校对完，直播的回放刚把字幕校对完，然后稍微剪一剪，应该明后天发出来，大家久等啊。因为其实我是可以播完就发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能给大家看一个有字幕的版本。之后就是高师团队的邀请链接，那我现在给了您也没用，他还没有修好那个问题，等我安排啊，好吗？1个月的时间，10公里有一个比赛，目前10公里最好成绩49分钟，怎么办？说实话，49分钟不快。但是呢，有提升空间，不快就意味着提升空间比较大。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多跑一跑2种训练。一种训练呢是1.6公里左右的间歇，一次跑4到6组，间隔2分钟或者2分半都可以。之后呢，跑几次12公里左右的，就是我说的行与不行的那种强度的跑步，1个月可以了，因为10公里你不需要赛前减量，赛前歇1天就行了。想让我聊聊私补的事儿，这个我打算找一期说，今天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任何形式的私补，如果您拿了名次，都算犯规，这有那个比赛规则的。所以我有个小有意思的事儿，副中心那场我跑特靠前，然后前后都没人。有时候我跑过人群的时候，有人会跟我喊你是第几个，但是呢，凭我的经验，大家其实数的都不对。但是呢，我有那么一点小侥幸，所以32公里家属在那儿等我。本来计划是给我一瓶水和一管胶，都贴好了，然后我没拿。我当时也跟他喊，我也没说那个。我想怎么着，因为边上有人，不好意思。他在马路的那边，虽然那路挺窄的，就这个路这么窄。我说我没劲儿过去了，你注意安全吧，咱们终点见。结果不出意外的，就没有名次嘛，对吧？回头再跟大家聊聊这些比赛，我家里人是怎么给我私补的，好吗？3个月的时间，想把5公里成绩从23分54
跑进20分钟，我文字回您了。坦白说，我觉得可能性挺小的，因为5公里近20分钟真的不容易，因为它不光要速度，您用那个速度跑起来，你就知道了，5公里就比您平常想象的感觉上长得多。我只能跟您说，如果您是以马拉松为目标的训练，我觉得不要这么激进，不要这么冒进，因为您要3个月专项去练5公里，对您马拉松帮助不大。您应该平衡一些，或者您如果真的我就是以5公里为目标训练，那就按照场地赛的运动员的训练方式，您就找个操场，就每天慢跑完了就是强度，每天慢跑完了就是强度。那我觉得3个月差不多。我说那个强度就是，然后10个400，或者是5到6个1公里、1.6公里这种，或者您要是能力强10个800，10个800可能一般人顶不住。这个都是所说的这些400也好，800也好，都是极限速度，就是跑间歇。而且呢，还要练力量。5公里跟马拉松不一样，5公里不用追求那个极致的体重，练肌肉群的力量是有帮助的。学我训练量，怕坚持不住，怕受伤。这个事儿是这样。这训练量学不来的，我直播中也说了，训练量和训练的强度是和能力成互相影响的关系的。你有这个能力才能练到这个量。你放在几年前要跟我说，你什么都别干了，你脱产训练吧，从今年起这个月跑500公里，那别说脱产训练，他给我多少钱我也跑不了500公里，对吧？所以不要盲目的学谁其实都不如学自己。您这个月跑100，您就觉得挺累的了，这也是正常，因为您现在只有100公里1个月的能力。那您要想的是，我如何能在3个月之后跑150，对吧？而不是我要想我能不能每天跑20公里，学谁。您说呢？川内优辉说，大阪马拉松明年优化了路线，坡变少了，适合 PB， 他要参加。是优化了路线，但是他还是避不开一个点，就是我现在在的位置，大阪城，它的高度是远高过大阪市内的，起点在这儿，终点也在这儿。那就躲不过去，最后要上坡。我那天拍了一段，我最近老去挑战那个大坡，就是最后的5公里左右，有一个巨大的坡，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有点像北马30来公里，那个立交桥，比那个稍微再厉害一点，差不多就是那样。就那个你避免不了啊，因为你终点在这儿，大阪马拉松的终点基本上就在现在我脚下，是从前面跑过来，起点呢就在这条路的尽头那边的马路上，所以它开始起跑的时候是下坡的，就跟前段时间跑的那个东京半马一样。所以最近我开始没事就去跑一跑那个坡，去适应一下。昨天说那个小娃娃，然后我看有弹幕还争论说我皮肤1被顺走了怎么样，我就说其实是这样，这世界都一样，哪儿都有好人，哪儿也都有坏人，但是呢我们也要承认，可能有的地方坏人的比例高，有的地方好人的比例高，对吧？你看，比方说在这儿的话，像那些周围都是大家说的做早操的
老爷爷老奶奶那儿你放东西没人拿。就像在北京，你看我住在东三环，我有时候去新城国际那个社区里那块吃饭，那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区域里，可能治安就会稍微好一些。然后呢，距离新城国际大概有不到1公里，就是北京有名的成功村，就是化石营。我还有一期跟那儿拍过一期。那不可否认的，那儿就会稍微差一些。这个事儿就是我老劝大家四处转转，多看看，别往心里去。丢就丢了，丢了买新的，对吧？然后就是流感挺严重，刚好是歇歇再练还是恢复训练？我给您的建议是，人还是挺强大的，别太保守，就是慢跑。就您看，像我现在这样对我来说，这个强度的慢跑没事儿的。您只要不发烧，然后没有呼吸困难，或者咱们用特老的一句话说，症状都在脖子以上，稍微动一动没坏处，自己感受自己身体。就别说咱们是高等生物了，智慧生物了，你就是小动物，它也很少说就自己把自己搞坏了，自己都有一个极限的意识。或者这么说，您想这个事儿了，就证明您没事儿了，是不是？不过流感是挺难受的，我们需要1-2年的时间去让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让我们所有人都缓过来。然后我仍然坚定的支持接种流感疫苗。好吧，我基本上准备的都回完了。我其实特别喜欢跟大家这么交流，这2次直播完，我也跟家属说，再这么交流挺有意思的。这就是交流才能带来更多的想法。自己闷头想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有效率。这路灯还没关，那我们就不等了，因为我得为了相机有点电，好吗？那就这么着，我直接从这儿就回家了。我们训练之后见。12月5号星期二清晨7点13，最后一个训练日，训练结束。今天天有点阴，这2天这边降温了，但是今天比昨天稍微的气温高一些。跑了17公里，平均配速只有5分32，心率128，步频195。今天就是真的单纯的轻松跑，完全没有加速。其实坦白说，跟大家聊天那段时间会比前后稍微快一点，因为那时候控制不住，就想慢也是要控制的。好多小伙伴也分享经验经历，就是一开始跑步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跑得多了，您只有跑量大起来，单次的距离长起来，才能找到这种所谓的两极化的感觉，就是快的时候快，慢的时候慢的这个感觉。所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家也别心急。跑量这个事情呢是要提升，但是是那种走台阶式的提升，越往后越难的。大部分的跑者跑到300一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艰难了。您觉得艰难的时候呢，就别再给自己压力，别再想着再往上加，先稳定住这个量，稳定1-2个月试一试，好吧？行，那今天咱们跟大家聊一聊评论，明天具体怎么练我还没定，到时候咱们再说，好吗？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那我们加油冬训，咱们回头见。